原本估计是多出25%，那现在实际的测试出来，3次的简单测试大约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单飞来了，我是单飞，欢迎来到《仙境传说：守护永恒的爱》。这期呢，单飞说到做到，就来试试看，可不可以增加单飞主要角色的伤害。我们就是要来制作这一张武器卡米诺斯星号卡片 ，A.K.A. 纽塔星。那能力是对大型魔物伤害加25%，那务工加15%，对 MVP 迷你魔物伤害加5%。所以呢，它的意思就是每一发对大型魔物的东西都会增加25%哦。另外，针对 MVP 跟 mini 再加5%。相较于单飞目前的卡片，单飞目前所使用的卡片是红鸟星卡，它是20%的几率此伤害翻倍，就是5下里面有1下会翻倍，跟每一下都增加25%，4发的话就是100%了。以5下攻击来计算的话，红鸟星卡伤害只增加100%，只是它是通用的，没有对体型的大中小有限制，这是它的优点。纽塔星的话，以5下来计算的话，它会增加125%的伤害，但是这个是针对大型魔物，所以各有利弊。如果是打大型的话，怎么看都是纽塔星好。那如果打通用比较懒得换卡的话，就是红鸟星啊，打起来比较舒服。好，没关系，这一张卡迟早是要做出来的。如果是物理职业的话，好，把我们的纽塔星 A.K.A. 纽塔星做出来，准备1、2、3。那单飞为什么一开始都不做呢？因为这个纽塔星已经出来很久了，原因就是当初纽塔星好做出来了，米诺斯星号卡到手。因为当时的纽塔星非常的昂贵，我记得好像有要接近吧，好像1600、1800一张卡哦。如果一张以1600万计算的话，你就要拿出2亿4来做这张卡。当初单飞就是被红鸟星的伤害翻倍所吸引，所以当时是选了红鸟星的这张卡，而且制作起来可以增加务工存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存入这边，魔法攻击加8，这是当初单飞没有选这张卡的理由之一啦。第一是价钱，卡片价格已经被炒到太高，单飞觉得不划算，因为这炒上去迟早会降下来。以务实的做法就是等它降下来以后再来制作。再就是它解锁的存入是加魔攻，这又大大的减少单飞想要制作这张卡片的动力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当初单飞做的红鸟星卡，这里有没有？当初选择它的理由，也就是因为红鸟星卡的解锁加了务工12，这12非常的多啊，当时非常心动。现在来做是觉得纽塔现在的价位单飞是可以接受的，那来制作它，顺便测试一下它的伤害可以增加多少。而且手爱现在已经进入后期了，主要都是在打副本，那副本针对都是 MVP 跟 mini， 所以针对这样的环境，单飞现在来做这张卡，觉得是比较适合的，比较恰当。好，现在就去家园来测试。对于这张卡有兴趣的观众朋友，可以以单飞这次的测试来做参考。那既然单飞要做了嘛，顺便就拍摄影片分享给大家。那我们先用木桩的设置，它现在是恶魔种族，然后大体型。无属性，然后木桩强度是50%，类型是 MVP 跟 mini 魔物。好，我们来测试，准备1、2、3。那我们这一次测试2次好了，2个1分钟来测试。好，平均伤害 DPS 现在是1000万，1090。好，没有状态了，准备第2次。好，第2次到800万，我们再测1次好了，再等一下，测3次，然后等一下就来换纽卡，再做测试。好，准备第3次。
好，790万。好，现在来把我们的纽卡换上去吧，纽卡星，插卡。好，我们已经把纽卡插上去了，准备来测试，看一下状态。一样1分钟。哇哇哇！1300、1400、1500、1600、1700、1800，秒伤刚刚来到1800万，现在维持在1600。以目前来看的话，伤害增加不少。以单飞的理解来讲，应该是伤害可以增加25%左右。就是刚刚是1000万的伤害的话，现在应该有1250万，还有1100，再来，还有单飞有在想啊，想要把就是上一期单飞的时光扭蛋机里面的头饰，想要把这个好心情礼盒换下来，因为它是真伤嘛，对单飞也用得到，只是要把它精炼到+6很恐怖啊。单飞目前是用女神贝，它是物理穿刺+5，然后有10%的几率释放天使之怒。10%是什么概念？就是10下有1下是翻倍的。那嘴部是重金悬赏。那这我心之行也不错，因为它是加普攻的，5%的几率就是一般的红鸟卡单飞想要，但是单飞的冲锋币不够。好，我们现在把测伤测完，再来想要不要把这2个换下来。好，继续。在刚刚第2次的测试，单飞的伤害是815万。好，第2次是927。好，我们继续第3次。第3次之前的 DPS 是790万。那我们现在看纽卡的第3次伤害到多少？有1300多万哦 DPS。看得太入神了。第3次的 DPS 是1159万，这样比第1次测试的伤害还要高多了30万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复杂的统计交给 ChatGPT， 请他来帮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伤害平均起来2个伤害的差距有多少。但就目前看，我们就觉得纽卡型比较强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 ChatGPT 他怎么样说。这次我做了个伤害测试，红鸟星卡跟纽卡星的对比，测试了3次，红鸟星的3次 DPS 分别是1059万、2500、8155800、7908500，纽卡星的3次 DPS 分别是1268000、9270400、1159万、2500，请你帮我分析。根据你提供的资讯，可以发现纽卡星的平均 DPS 比红鸟星高，且最高 DPS 比红鸟星高，但是红鸟星的最低 DPS 比纽卡星高。能详细点吗？好的，我来更详细的分析一下红鸟星卡和纽卡星的伤害测试结果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纽卡星的伤害测试结果。从你提供的资讯来看，纽卡星的平均 DPS 为1071万0633.3，这是3次测试的平均值。其中最高的 DPS 为1159万2500，最低的 DPS 为9270400。可以看到，纽卡星的 DPS 变异性不是很大，但 DPS 数值比红鸟星卡略高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红鸟星卡的伤害测试结果。红鸟星卡的平均 DPS 为888625，这是3次测试的平均值。其中最高的 DPS 为1059万2500，最低的 DPS 为7908500。可以看到，红鸟星卡的 DPS 变异性比纽卡星大，且平均 DPS 比纽卡星低。2张卡的差距约有多少呢？我依据你提供的资讯计算，可以得出纽卡星的平均 DPS 比红鸟星卡的平均 DPS 高出约20%左右，这是一个相当显著的差距。好，大家可以看这次 ChatGPT 给出的分析，最后结果就是纽卡星的 DPS 平均起来比红鸟星的 DPS 平均高出20%，而且伤害方面它比较稳定，不会像红鸟星一样上下波动这么大，最高1000万，最低来到700多万，这个幅度落差非常大，让你的伤害不是这么的稳定。用纽卡星的话，你的伤害稳定，而且比原本伤害再高出20%左右。原本估计是多出25%，那现在实际的测试出来，3次的简单测试大约是高出20%，
以上就是红鸟星跟纽卡星2张卡片在测试上面的提升差距有多少，而且改变了输出方面的稳定性。以目前单飞的状态，选择纽卡星会让单飞的伤害整体再增加20%。接下来单飞来烦恼一下，要不要把时光许愿机的2个头饰换下来？也希望大家给单飞一点建议，建议单飞需不需要把这2个头饰换下来？是不是又可以让单飞变强？那换下来的话，就会做影片帮大家测试，也能帮助你变强。可以留言给我。好，如果喜欢单飞这期影片，请帮单飞点赞、订阅、分享出去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有你们订阅真好，有任何留言都可以留言单飞。那这期单飞变强了，那我们下期见，大家拜拜。